信奉司长再生神鸟的菲尼扎斯克教会和信奉神云泽尼斯的天顶院，白魔法师和黑魔法师分别隶属于这两个机构，各自专攻再生与破坏相反领域的魔法，相互之间一直火花四溅，矛盾不断。而现在，宛如展示两者关系的丑陋缩影就在基可尔面前上演。基可尔本来带诺玛去巡逻，回来却发现希可和梅蒂娜突然掐了起来。基可尔和诺玛赶紧架开两人，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两人留守在原地时聊起了兴趣爱好，希可喜欢漫画和游戏，梅蒂娜说自己喜欢推理小说，最近正在读刚得了新人奖的那本。结果下一秒就被希可告知主角是犯人，这能忍吗？这不能忍！梅蒂娜当场发飙，就要打死这个剧透狗。被剧透欺凌的痛苦，外人是无法了解的。这件事确实是希可的错，于是希可诚恳地向梅蒂娜道歉，主角不是犯人。梅蒂娜更生气了，这根本就没有一点诚意啊！而且不是犯人这种情报也算是彻彻底底的剧透啊！他这个人果然是故意的。结果希可一脸诚恳地表示，其实他根本就没读过那本小说，一般人也不会在犯人是谁这上面剧透吧。梅蒂娜转念一想，这个人是希可的话，那是很有可能的呀。同伴之间信任为零，而且因为大声喧哗，他们已经被魔物袭击3次了。全程充当背景打手的基可尔感觉很心累。不过梅蒂娜对诺玛的态度就很好，憧憬着兼具知性和年纪稍长的诺玛，却对同为男性的他差别对待。一听基可尔说诺玛是男的，希可和梅蒂娜都不相信，直到诺玛自己承认，梅蒂娜的某种信仰在那一瞬间崩塌了，甚至露出了被剧透时都望尘莫及的绝望。再一看到可爱到发出圣光的诺玛，梅蒂娜突然觉得性别也不是很重要。察觉到远处有魔物群靠近，基可尔离开去处理魔物。这时诺玛突然注意到希可身后有什么东西，他迅速冲上前推开希可，但自己却落入了魔物的陷阱。这种魔物叫拟态爬行者，会拟态成植物偷偷靠近。诺玛让两个人注意其他个体，结果再一看，这两个不靠谱的已经瘫了。围观了触手对可爱的男孩子为所欲为后，两个废物决定原地等基可尔回来。可惜他们先等到的不是基可尔，而是更多的触手。基可尔解救完魔兽群后立刻返回，不出所料的瘫了一地。这一下诺玛切身体会到了，工作这种事只会一直给认真的人找麻烦。诺玛对于被看光这件事很害羞，希可则表示小小的很可爱，比基可尔的可爱多了。梅蒂娜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一声下流大吼而出，森林里的魔物被纷纷招来，幸福来不及造访，麻烦就像雪崩一样涌进来了呢。10年前，立志成为护卫的基可尔拼死拼活地投身于训练之中，而在成为猎人后的2年间，除了闪避猪一次都没受过伤。即使基可尔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，也仍旧躲不过狂花的哈娜的袭击，一个不慎就被熊宝勒断腰。艾诺梅见此唱起了摇篮曲，才让哈娜陷入沉睡，居然能把专精回避的他逼到这种程度。基可尔深深体会到了没有敌意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从讨伐数量来看，哈娜的战绩相当优秀，想启动他当前锋的队伍也很多，但是让他以这种状态去其他队伍活动就不太行了，毕竟击杀魔物的同时也会击杀队友啊。不过说是会对队友做这种事，但其实哈娜针对的只有基可尔一人。基可尔是个铁直男，认为是最魔力让哈娜对他的憧憬之情爆发。虽然已经说了那么多次，但毕竟是小孩子，小孩子的喜欢没有那种意思。艾诺梅默默垂泪，这一切好像都是他女儿的错。艾什涅回到工会，被雷斯告知艾诺梅去围观哈娜的训练，当时就有些忐忑，因为哈娜和他妈身材高度重复呀，基可尔说不定也会被哈娜吸引。想起基可尔和牛争风吃醋的德行，雷斯一脸黑线，这可说不准。艾什涅跑出去查看情况，警告雷斯不要动工作档案。艾诺梅温柔地安抚着哈娜，他以为基克尔不会让哈娜使用这么危险的技能。基克尔表示，狂花如果可控是非常有利的，而且和狂花状态的哈娜战斗也可以作为他的训练。艾诺梅表示，他或许有个办法可以让狂花状态的哈娜听从指挥。正好哈娜醒了过来，狂花状态也没有解除，当场眼睛一亮，对着基克尔扑了上去。基克尔极限下摇躲过，简直比和魔兽的战斗还可怕。这时艾诺梅突然开口，表示基克尔喜欢的是端庄的人。果然一句话让哈娜停止攻击，并做出了端庄的姿态。基克尔总算松了口气。艾诺梅发现他的脸颊流血了，于是掏出手帕帮他处理。哈娜凑上来也要帮忙，被基克尔拒绝，也不想想是谁导致他受伤的，都是因为他不懂得控制力道才变成这样。哈娜生气地扑上来搂抱基克尔，基克尔虽然及时闪避开，但哈娜掀起的风压却划破了艾诺梅的衣服，霎时间春光乍现。基克尔对哈娜非常生气，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，哈娜也春光乍现，并且扑向基克尔，被2个不可描述双面夹击，基克尔痛并快乐着。艾什涅很害怕基克尔会移情别恋爱上哈娜，所以为了新家庭，他要加倍努力，绝不会让哈娜妨碍他们的。结果到地方一看，艾诺梅正哄着哈娜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艾什涅被当场击退，原来妨碍新家庭的竟是他自己。
在成为护卫的1个月后，小队的大家拿到了第1份工资，不过并没有看到梅蒂娜的份儿。梅蒂娜的工资由教会支付，护卫的工资明细里会有一份白魔保险，白魔法的报酬就出在这里。白魔法是几乎唯一的恢复手段，所以这是所有护卫都必须保有的强制保险。薪水包括每个职业固定薪资以及讨伐所得的战果薪资，所以每个人获得的金额都会有所差异。哈娜获得的薪资就要远高于他人。当大家商议着要如何使用这笔钱时，伊辛表示他想要回报基克尔，他能平安活下来全靠基克尔没有放弃。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做什么才会让基克尔高兴呢？基克尔是为了享受青春才辞掉护卫的。希克提议不如把青春送给他。第2天一早，沉睡的基克尔突然察觉到有人靠近，他下意识地将偷袭之人摁倒在地，结果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梅蒂娜。希克、伊辛和哈娜也走了进来，他们本来是想送基克尔青春当做礼物，首先上演一场早上来到家里叫你起床的青梅竹马，结果基克尔根本无机可乘。为此，他们还特地换上了高中制服。4个清纯高中生一边说着让人怀疑的话，来到独居男性的家中，基克尔都不知道邻居要怎么看他，而且今天他和人有约，也没办法陪他们玩。对此，希克表示，那他们就打扫房间，做些料理，等基克尔回来。基克尔好像听到了和杀人同等的词汇，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对方要他把伊辛也带过去。今天要去见的是从小就肯照顾他的学者护卫，主要研究魔物的行为原理。基克尔想要知道魔物对女性，尤其是对伊辛如此执着的原因，于是打算借助他的智慧。他本来想请其他3人回家，但3个人说什么都要再次展现女子力，给基克尔做出完美的升天料理。基克尔总觉得自己会被女子力杀掉，不过在看他们虚心请教了伊辛，并且忠实遵照食谱的份上，基克尔就再相信他们一回。他带着伊辛来到一家旧书店，店主伊兹别看长得显小，但其实已经40多岁了。通过基克尔和艾诺梅的描述，伊兹得出结论，那就是伊辛是与世界相连的。基克尔家里3人遵照食谱做的料理意外的普通的好喝，总算是没有出现爆衣的事故。但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料理太过普通，完全不足以展示他们的能力，那只是单纯的遵照食谱上做出的没有灵魂的东西，非要用他们的色彩将料理升华。基克尔家的厨房微。基克尔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，因为此时的他正在听伊兹小课堂。使用技能所消耗的魔力可以靠身体吸收空气中的魔素恢复，人会吸收魔素转换为自己的魔力。魔物依靠自身魔素转换成魔力的效率很低，但他们却比任何生物都渴求魔力，所以他们会从其他动物身上直接摄取魔力。人类恢复魔力的耗费速度根据因人而异，有人耗费1整天，有人却只需要半天，因为每个人和魔素的亲和性不同。讲到一半，伊兹看向伊辛，说他的脸色一点没变。伊辛还以为伊兹觉得自己没有认真听讲时，但伊兹却让他起身。原来他坐的垫子上刻着会持续夺取魔力的技能，如果是一般人，现在早开始头晕目眩了。因为一般人对周围的魔力吸收率不到1%，而伊辛却是100%。他消耗的魔力会瞬间从空气中的魔素里补充，当魔素转换为魔力时，会混入不少该物质特有的杂质，但伊辛却没有这个问题，完全维持魔素纯度的魔力，而且还是无穷无尽的。对魔物来说，无疑是最高级的食材。伊辛的肌肤要比其他人的敏感，也是因为空气中的魔素和他的魔力亲和力太高，所以会经常吸引结合，而且因为和魔素性质一致，他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界限感到模糊，这就是他经常抓不住距离感而摔倒的原因。基克尔大惊，这些全都是有理由的呀。虽然解决了伊辛的问题，但魔力品质的优劣和魔物喜好年轻女性之间似乎没有关系。对此伊兹并没有做出解释，大人的角色就是告诉孩子答案和不告诉孩子答案，那原因还用说，当然是送福利了，谁看魔物捆绑壮汉呢？基克尔告别伊兹，准备回去嘲笑3个妹子做的黑暗料理，但打开门一看，哇哦，是圣光哎！班上的女孩子因为失败的炖菜而爆衣全裸的情景，他才不要这么荒唐的青春。新的一天，鸡飞狗跳的森林探索再次上演。基克尔发自内心的问道：他的青春这样真的好吗？